各位，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北京开小飞机撞大楼的那个事件，迎来了终极的反转啊！你敢相信吗？其实不是那个中信银行的那个女的理财经理，而是一个66岁的大情种，一个精神病的孤寡老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呢我们也说了，这个飞机呢在那个石佛寺机场起飞以后呢，只需要20分钟就会飞入了北京的市区，所以这个时间呢它属于低慢小的目标，这个根本来不及拦截，而且在北京的上空也没办法拦截。你说你怎么拦截呢？发射导弹吗？你发射导弹，你把它打下去，它掉下去，那底下可都是闹事啊！所以海外呢有消息说这个事儿呢上报到最高军委，军委决定不要发射导弹，不打它，看它要干嘛。因为这个小东西它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小所以中国军方要观察，最终它撞上了，没发射导弹。这是模拟飞行，有网友做出来的模拟飞行那个它的航迹、高度、轨迹这明显的就冲着最高的楼就去了。撞上了，基本上模拟的这个情景能够还原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嘛，就撞上了。而有人爆料呢，说人家中信的那个叫刘俊华的那个理财经理冤枉在这当天人家那个撞完了楼以后还发朋友圈呢，那表示那意思我还活着呢，不是我。而且呢当天呢这个中信的网站上还让他出镜来讲解了。大家好，我是信银理财专户投资条线刘俊华。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谈一谈，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固收加是最合适的选择。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6月28日，信银理财固收加产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8%，较年初增了91%。那么规模的这个大幅的攀升，也代表了投资者对于固收加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呢，也代表了就是资管机构从传统的固收向固收加。这个中信也是什么热点也蹭，一个是澄清了我们这个刘俊华不是那个开飞机的，还活着呢再一个是给中信这个理财产品再打一波广告因为网上这个流传说这理财产品爆雷了，然后呢才造成的这个事儿。你想没有我们那经理管的这产品根本就没有爆雷。但是这些呢当时都是这个让这些海外的反贼们信，那是不容易的呀。海外的反贼们，你比如说澳洲的这个悉尼奶狗还是你只有验它的 DNA 我才相信，我才不信呢好吧，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别管你信不信，反正是我说的你得信。我当初说这家伙把这个中国的低空经济给彻底的毁掉了。果不其然，北京的这个周边立刻就禁止了商业低空飞行了中部7省市此前获批的全部的空域使用文件一律作废，一律作废朋友们这不仅是北京了，而且天安门半径300公里以内不允许有任何的商业飞行了说跳伞基地即日起解散，跳伞基地全部解散，这些航空俱乐部全部解散。你说这造了多大的孽呀！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多家飞行俱乐部全部禁飞，全部禁飞全部禁飞。以前的时候这个那是给有钱人的一个休闲娱乐
拿个执照什么10万人民币、20万人民币跟玩一样，这也是一个产业，现在全都完蛋了。全中国所有的低空经济重新洗牌，全国通用航空停飞。你看当初我说的，你说这个家伙，你说你坑了多少人的饭碗啊！那这个事情呢，迎来了最终的官方的通报早些时候北京发出了通报，说6月26号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附近发生了一起轻型航空运动航空器这个碰撞高层建筑。据接报以后有关部门呢开始了调查处置工作，13名伤员经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其中1名已经出院这13名都是中信公司的办公室里的员工那个飞机撞进去了，恐怕也得有点火灾吧，碎片之类的，好几天了，13个人只有1个人出院重伤。经查，涉事航空器为阿若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注册号码航空器驾驶员刘某某，男，66岁，北京人。原来是个老头子是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为什么要强调离异独居呢？往下看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2024年考取了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当日下午，刘某某在平谷区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伴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的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刘某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所谓的结束吧的表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这个事情就定性了不是人那个理财经理，而是一66岁的老头。这个66岁的老头为什么要强调离异独居呢？有万能的网友给挖出来了，说这个66岁的老头还是一个大情种。因为这个双月航空学校里边为了吸引客户，找了一批年轻貌美的飞行陪练你看现在中国对吧，有陪你玩游戏的，有陪你打台球的，对吧那都是年轻貌美大长腿，咱也不知道那个陪的服务涉不涉及3陪，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一个教航空的学校里边也给整了一些美女的陪练，活该给他娘的疯了。你这不是找事儿吗？战争让女人走开，驾驶让女人走开，你非得让女人上天。这回你们他妈的自己的学校上天了，我估计那负责人都得抓起来。就说这个66岁的独居的老头跟这个美女陪练陪出感情来了，结果呢？结果人家美女陪练可能没看上这老头，老头长啥样长这样。这就是那个驾驶飞机那个老头自己自由职业在北京那肯定是有点钱有点底儿，但是有点底儿恐怕也不符合人家这美女陪练要求的那种
富豪又那个年轻那种标准吧。据说是为情所困，人家不搭理他，或者说是最开始的时候钱到位了，对吧？后来这老头可能钱花完了吧。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这老头如果钱没花完的话，他也不会走此绝路，没准儿把他的钱都骗光了，转头就把老头给踹了。所以这老头用生命给这个学校上了宝贵的一课。各位，这就符合整个这件事的逻辑了吧？你们认为呢？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